自从印巴冲突之后，全世界都突然意识到了，必须得重新评估中国的实力了。谁也没想到，巴基斯坦只是拿着在中国人看来相对落后的歼10 CE， 就6比0完爆了号称第4军事强国的印度。在2015年的时候，世界各国普遍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远不如美国和俄罗斯，只能位居世界第3。到了2022年，有些西方国家开始相信中国才是货真价实的世界第2军事大国。可是进入2024下半年之后，全世界所有人都开始出现崩塌式的认知重塑，因为中国的实力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从去年这个时候到现在1年时间，中国发生了太多不可思议的大事，我相信你听完之后一定会惊掉下巴。2024年6月2日，嫦娥6号在月球背面的南极艾特肯盆地着陆，带回了1935.3克月壤。这时候，向来看不起我们，而且还设立沃尔夫条款打压我们的美国 NASA， 居然舔着脸来找我们了，求我们也分给他们一点月壤，被我们断然拒绝了，丝毫不带犹豫的。2024年7月10日，据美国海岸警卫队网站消息，中国055大驱舰队来到了美国阿拉斯加附近海域巡航。2024年9月25日，中国在南太平洋成功发射了1枚洲际弹道导弹，精准落入预定海域，射程约12000公里，创下了全球洲际导弹实际测试中的最远纪录，举世震惊，全球媒体沸腾数日。2024年10月15日，中国宣布启动地外生命探寻计划。2024年10月31日，中国海军双航母编队首次震撼公开，辽宁舰与山东舰并肩破浪，总吨位超30万吨，移动海上长城055型万吨大驱拱卫左右，112单元通用垂直发射系统，配合鹰击21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长剑10对陆巡航导弹及海红旗9B防空导弹，构筑1500公里外狙杀航母的火力控制权，防空反导反潜电子战全能，在吨位、速度、导弹数量和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上全面碾压美军现役装备。航母上腾空而起的舰载机是越来越多的81192接替王伟，守卫祖国的碧海蓝天。无法被拦截的导弹怒吼着宣告世界，任何妄图挑衅侵犯我国海疆的势力都只能望而却步，有来无回。2024年11月12日，珠海航展爆出了一堆中国黑科技，比如9天无人机、机器狼群、歼35A、轰 6K、虎鲸号无人作战艇、红19地空导弹武器系统、CQ1600型无人直升机等等。这次展出过后，世上没人再敢对中国的实力有任何怀疑，也确立了中国在无人化装备作战方面的断崖式领先地位。2024年11月21日，中国载人登月项目已完成关键技术攻关和深化论证，已全面进入出样研制阶段。2024年12月26日，中国2款6代机首飞成功，中国成为了人类史上唯一研制出6代机的国家，意味着自工业革命以来，中国在科技上首次甩开了西方整整1代。几天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中国实在太强了，美国无法单独战胜中国。2024年12月27日，中国的航母级076电磁弹射2栖攻击舰下水了。2025年1月16日，在联合国公开会上，美国代表诬赖中国为俄罗斯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因此才导致战争无法结束。你猜中国代表耿爽是怎么回复的？一向委婉含蓄的画风突变，他说：“如果中国真的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补给，那战场的局势早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等发言完毕，现场一片沉寂，没有一人有一丝一毫的意见，因为所有人都清楚耿爽没有说大话。2025年1月16日，工信部宣布，中国造船业3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连续15年全球第一。2024年，全球1大半的船都是中国制造，我们几乎把全球造船订单包圆了，属于断崖式领先。这也意味着，只要情况有变，这些产能随时能转为军用，那时候我们的军舰就会像下饺子一样碾压敌人。2025年2月13日，中国的055大驱舰队可以说是贴着澳大利亚海域开展了一次战略巡航，并且来到了悉尼200海里以外地区进行了实弹演习。2025年2月26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国科学家成功测试了全球首台由标准航空煤油驱动的谐爆阵发动机。该发动机在测试中达到了惊人的16马赫速度，也就是大约2万公里每小时。
时，早在2022年，美国1945军事网站就曾预言，若中国掌握协爆阵发动机技术，有望打造出16马赫的超级轰炸机，对美国本土构成直接威胁。而如今，这一预测正逐步成为现实。2025年4月1日，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同时呼叫8192甲板已清空，可以降落，请立即返航。2025年4月27日，央视网宣布，截至目前，中国核电机组总共102台，装机容量达到1.13亿千瓦，核电总体规模首次跃居世界第一。2025年5月1日，动静新闻报道，中国科学家奋斗了50多年的人造太阳夸父项目取得划时代的进展，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面建成，意味着中国人很快将掌握能够模仿太阳核聚变的神级技术，意味着中国人将推开能源革命的终极之门，意味着《三体》中可控核聚变突破锁死的科幻预言将照进现实。2025年5月7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称，当天印巴冲突中，巴方使用了中国制造的歼10C，击落了多架印度空军的战机，其中包括3架法制阵风。1周之后，央视明确证实了这一消息。2025年5月12日，中美发布了联合声明，同等大幅降低关税。看完声明，全球震惊，因为所谓世界霸主美国在这轮贸易博弈中竟然做出了大幅度的让步，我们没有付出任何额外的成本，就逼迫美国人签订了停战协议。从此，美国靠贸易敲诈的手段彻底宣告失败，从此全世界对中国都要刮目相看了。说到这里，我相信再麻木的人也明白过来了，中国的实力到底有多强。我们不爱显山露水，不代表我们弱小，我们只是低调，只是爱好和平，所以很少有展示实战能力的时候，以至于不少国家对我们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就连印度都敢对我们大言不惭，是时候让全世界重新认识我们了。回首过去，恍若隔世，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到055大区舰队全球巡航，从南海撞击事件到歼10C完爆阵风，从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到12000公里射程洲际导弹太平洋炸鱼，从银河号被强行关闭 GPS 到北斗卫星全球组网，从沃尔夫条款到中国空间站建成，从美苏轮番核讹诈到火箭军5000公里地下核长城，这一切的一切都在铿锵有力地告诉全世界，中国人重新站起来了，以后谁也别想再欺负我们，不管世人愿不愿意相信，祖国都将重返世界之巅，谁也拦不住。